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几个我在使用 Obsidian 时候的一些小技巧。首先是有关于 CSS 片段上面的一些小小的调整。第一个就是跳页分隔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。当我们需要把 Obsidian 的笔记产生成 PDF 格式的时候，自己来控制跳页，就必须要插入 HTML 的标签。像这边呢，就是一个很常用的写标签的方法。只要设定好 Page Break After， 把它的值设定成 OS， 在产生这一个笔记的时候，它只要碰到了这一串的 HTML 的标签，它就会产生出一个跳页的结果。但是这样子的写法，在笔记做编辑的时候呢，它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把这一段 HTML 放在这个三角形的上面，当我游标移进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完整的 HTML 标签。当我们把游标移出去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任何的内容的。这个对于我们在编辑笔记的时候，就会造成一些困扰，必须要把游标移到这边才可以看到完整的内容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一个 div 加上一个外观，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预览笔记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插入一个跳页的分隔符号，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这边就有一个横线，我就知道我这边会产生出一个跳页的符号。在 CSS 片段里面设定好一个 CSS 的类别，像我这边的类别的名称叫做 My Page Break， 在这一边呢一样要使用这个 Page Break After OS 这样的设定来让它可以做跳页，但是我们加上了一些别的外观的设定，让这个横线能够产生出来。我们就可以在 CSS 片段里面，在这一个地方呢，就把它给加上这一段的内容。那在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横线。我刚刚的这个设定，我们把它从样式改成 class， 指定要用这个样式的类别，叫做 My Page Break， 把右标移开，就会看到这条横线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跳页符号了。这个是我们在编辑笔记的时候需要看到这个横线，但是在实际产生 PDF 的时候呢，我不需要看到这个横线，因此在 CSS 样式里面就可以加上 Media 的设定，把它区分成印表用的跟萤幕显示用的，都是属于 My Page Break 的类别。但是列印用的 My Page Break 就只有 Page Break After 的设定而已， Screen 的设定呢才有这些萤幕的显示的设定的样式，这样子就可以让产生出来的 PDF 档不会有这条横线。我们呢可以来试看看，绘出 PDF 档，好，产生这个同样的档名。好，我们看到在这边呢就不会看到有这个横线。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技巧，跳页分隔线的一个插入的方法。第二个 CSS 的小技巧就是有一些主题样式，它的卷轴的宽度会比较小，有时候希望能够在我的萤幕上的卷轴的宽度能够大一点的话，就可以使用这个 CSS 样式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CSS 样式里面的这个宽度，就可以把 Obsidian 笔记里面这个卷轴的宽度给变大了。现在到我的共用的样式里面来，我这边是设定成16，假设我把它改成是用24，我们改大一点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比刚刚变得更大了，似乎不是很明显。我再变得更大一点，比如说我把它设成50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卷轴就整个变得比较宽了。如果你使用的主题样式它的卷轴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设定，把它变成更宽的呈现。我再把它还原回原来的16，透过这个样式就可以来变更卷轴的宽度。第三个 CSS 样式的调整呢，是这个标题的主题。因为每一个主题样式它预设使用的字型可能不一样，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设定把这个设定设在共用的 CSS 片段，来统一所有不同的主题样式中间使用的共同的一个字型，就可以透过这个样式来做共同的操作。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在你自己需要的 CSS 的样式里面，就可以让它来达成这个效果。我们来做一下范例，把我的注解给删除，让它可以产生效果。现在我就是使用了元虽这一个字体，你可以看到它就通通变成是这个应该算是明体或者是仿宋体，字体的样式就改变了。而且当我在变更到不同的主题的时候，比如说换成这个 LYT mode， 它一样使用了同样的一个字型，不会因为你的主题变更而受影响。这个就是使用自定的样式以后可以达成的效果。第四个 CSS 样式的调整是目前游标所在列的背景颜色，把它给变更成不同的一个颜色。虽然有一些布景主题它有制定好的目前游标样式的一个变更的选项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主题都有支援这一个效果。那如果你希望每一个主题都支援的话，就可以用这样的 CSS 来让你的每一个
主题都达到统一的一个结果，就是当你的游标停留的位置，它的背景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像这个就是透过点 cm-active 方式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设定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这4个 CSS 的制定调整，后面再介绍2个跟 HTML 标签相关的几个小技巧，也许大家还不知道。当我要引用的档名或者是网址它有空白的时候，在 Obsidian 里面其实可以有2种方法来解决。第一个就是把空白用20%来取代，20%就是10进位的32，也就是空白的 ASCII code。那像我这个网址test 空一格 click.html， 那这个空白就可以用20%来取代。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把网址呢用小于跟大于把它刮起来，这样子也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空白。再使用这个小于大于刮起来的这个网址呢，就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空白不必把它转换成20%。这个网址或是档名有空白的时候，用这2种方法来解决。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标签是的 Obsidian 里面要显示某一个 code block 的时候要怎么来显示呢？也就是说，我要显示这一段的程式码在我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，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最外面加上4个倒引号，因为我这一个程式码的区块是3个倒引号开头，我要显示这一段程式码区块就是在最外面再多加一个倒引号，这样子我的 Obsidian 的外观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程式码了，而不是去执行这个程式码，就是在外面加4个倒引号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几个我在使用 Obsidian 上面的几个小技巧，希望对大家在使用 Obsidian 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。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Obsidian 技巧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并且分享，谢谢各位。